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有这6种手纹的人，往往色欲最重。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把刀伤的可不仅仅是自己，甚至身边人都会被伤害。曹操因为贪恋张继的遗孀，导致张绣的降而复叛。曹操自己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都因此而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早早地分辨出身边哪些人是贪图美色的人，尽早远离他们。古人认为，人的命运是天定的，就连君主都是天子。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上天的受命，帮助上天来管理民间，这就是古人所鼓吹的君权神授。受到这种天命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自己一些与生俱来的特性，往往就会代表了自己的命运，而手中的纹路、脸上的五官等等，就是自己命运的外在表现。人们认为有这几种纹路的人，往往是比较好色的。第一种是花柳纹，在手相中，花柳纹通常指的是掌心至指尖散发出的细碎线条，这些线条纷繁交错，形似柳枝。传统认为，拥有此种纹路的人情感丰富，社交能力强，但可能在情感关系中较为复杂和多变。这种纹路的人往往在爱情游戏中表现活跃，善于运用其魅力吸引异性，但也可能因此陷入情感纠葛中。第二种是花钗纹，花钗纹则在手相中表现为手掌中部的某些特定线条突然分叉，形成类似古代女性花钗的形状。拥有花钗纹的人被认为在情感表达上极具吸引力，他们通常关注自身的外观和魅力，善于利用这些优势在社交场合中获得优势。这种人往往拥有良好的审美观和对美的追求，但也可能因外貌而过度自信或自负。第三种是偷花纹，偷花纹通常指的是掌纹中隐秘而复杂的线条，这种线条不明显，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拥有偷花纹的人可能在情感上具有隐秘的一面，他们可能在爱情关系中喜欢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和私密性。这种纹路的人在情感上可能会有秘密的恋情或不为人知的情感经历，喜欢在保持个人空间的同时探索复杂的人际关系。第四种是色欲纹，色欲纹在手相中通常表现为手掌的生命线和感情线之间出现异常强烈的线条交叉。这种纹路的人被认为情感需求强烈，性格中带有一定的冲动和情绪化特质，他们可能在追求感官享受和情感满足时表现出较强的驱动力，但这种强烈的情感倾向也可能导致他们在关系中经历高低起伏。第五种是色劳纹，色劳纹是指在感情线上出现的诸多短线，这些短线给人一种劳累或被过度使用的感觉。具有此类纹路的人可能在情感上付出过多，容易因感情问题而感到疲惫或困扰。他们在爱情中可能非常投入，但也容易因为过度关注对方而忽略自己的需要，最终导致情感上的劳累。第六种则是鸳鸯纹，鸳鸯纹通常出现在感情线和婚姻线之间，形似一对相偎相依的鸳鸯。拥有鸳鸯纹的人在感情中追求深厚的情感联系和灵魂伴侣的结合，他们对恋爱和婚姻抱有理想化的期待，追求与伴侣之间的深度和谐与情感共鸣。这种人在情感上通常忠诚而热情，但也可能因对完美爱情的追求而感到不满足。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那么什么样的手相算是好男人好女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好男人手相。一、掌形与手指。在手相学中，掌形被认为是判断一个人基本性格的关键。通常被视为好男人的手掌特征包括方形掌，方形掌通常代表实际、
可靠的人。这类人通常脚踏实地，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活，他们的情感稳定，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是理想的伴侣和朋友。长手指，长手指通常与对细节的关注、思想深邃相关。长手指的人往往在情感表达上更为细腻，善于沟通和表达爱意。2、心线，心线反映一个人的情感态度、爱情观和情感表达方式。好男人的心线特点可能包括长且无断裂的心线，这表示情感深厚，能够长时间保持对伴侣的忠诚和热爱。这种人通常非常关心他人的感受，并能在情感关系中提供强大的支持。心线起点低，若心线从手掌边缘的中部开始，这可能表明该人在情感上富有同情心和理解力。3、智慧线，智慧线反映一个人的智力活动、决策过程和生活方式。理想中的好男人可能会有以下智慧线特征：智慧线清晰且深刻，表明思考能力强，能够做出理智的决定。这种人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冷静思考，为家庭或关系提供稳定的决策支持。智慧线与心线相交，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标记，表明此人能够将情感与智慧结合，做出既符合情感需求又不失理智的决策。4、命运线，命运线表现了一个人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方向。好男人的命运线可能具有以下特征：命运线清晰且直，这表明此人在职业生涯中目标明确，能够稳步前进。这种稳定性也反映在其个人生活和关系中。命运线与智慧线相交，这种交叉表明个人能将职业与个人生活良好的平衡，不会因工作疏忽家庭。5、金星丘，金星丘位于拇指下方，这部分若发达，表明一个人具有强烈的生命力、热情及社交能力。在好男人的手相中，一个饱满的金星丘表示其热爱生活，能够给予伴侣和家人情感上的丰富和支持。6、情感线，情感线位于小指下方，通常与人的情感生活和感情表达能力有关。在好男人的手相中，情感线的特征可能包括情感线长而无中断，表示此人在感情表达上坦诚且连贯，能够持久地维护一段关系。情感线呈弧形延伸至食指底部，象征着此人在感情上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和满足感，能够给予伴侣高度的安全感。7、月丘发展，月丘位于手掌与腕部的连接处，这一区域的发展程度通常与直觉、想象力和同理心有关。在好男人的手相中，月丘的特征可能包括月丘饱满，表示此人具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强烈的直觉力，这有助于他理解并响应伴侣的非言语沟通。月丘平滑无阻，通常表明此人在情绪管理上表现良好，能够平稳处理情感波动，维持关系的和谐。8、火星丘表现，火星丘分为正火星丘和副火星丘，位于拇指和小指之间的两侧。这一区域的特点反映了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防御机制。火星丘坚实，表明此人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保护所爱的人和自己的信念，不容易屈服于压力之下。正火星丘突出，通常与积极的战斗精神相关，意味着此人在遇到困难时能够积极应对，而不是逃避问题。9、水星丘的特征，水星丘位于小指的根部，与沟通能力、商业头脑和适应性有关。在分析一个好男人的手相时，水星丘的特征通常被寻找。水星丘发达，表示此人在沟通上具有天赋，能够有效地与伴侣和其他人沟通，促进理解和和谐。水星丘光滑，这可能表明此人在处理社交场合时表现得既灵活又机智，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交环境。10、拇指的弯曲度，拇指的形状和弯曲度可以揭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拇指直且有力，象征着坚强的意志力和决断力。这类人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拇指柔软且灵活，表示此人在情感上更为开放，能够灵活应对变化，对伴侣的需求更加敏感。好女人手相：一、掌形与手指。手掌和手指的形状可以提供关于一个人性格和倾向的基本信息。圆形或鸡蛋形手掌通常与善解人意和同情心强的性格特征相关。这种手掌形状的女性通常非常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很会照顾人。手指圆润，端部较尖，这样的手指表明拥有者具有良好的审美感和对美的追求，通常与艺术性和创造性的性格特点相联系。二、心线。心线代表一个人的情感态度、爱情观和情感表达方式。长且无断裂的心线，这表示情感丰富且稳定，能够长期保持对伴侣的忠诚和热情。拥有这样心线的女性通常非常忠实于感情，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感。心线以弧形上扬至食指下方，表明拥有者在情感表达上十分大方，乐于给予，而且通常情绪乐观，善于沟通。三、智慧线。智慧线主要反映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决策能力。智慧线深刻清晰，表示思维敏捷，善于逻辑思考和决策。这样的智慧线的女性通常在处理家庭和工作中的问题时表现得既理智又高效。智慧线与心线形成 M 型，这种特殊的形状表示拥有者在情感和理智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四、命运线。命运线展现了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方向。命运线明显直达中指，这表明此人在职业和个人目标上非常有驱动力，能够持续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这种命运线的女性往往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自我实现需求。命运线从手腕指上穿过掌中，表示此人生活稳定，能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五、金星丘。金星丘位于拇指下方，这部分若发达，表明一个人具有强烈的生命力、热情及社交能力。金星丘饱满，这样的金星丘表示其拥有者富有魅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够在社交场合中自如地表达自己，享受与人交流的乐趣。六、月丘发展。月丘位于小指与腕部之间，关联直觉、创造力和情感的敏感度。月丘饱满且柔软，这表明拥有者在情感上非常细腻，直觉力强，对周围环境和他人情绪非常敏感，擅长于艺术和创造性活动。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